家里没现金的注意了，最好准备4到5万现金放家里，可以避免4个麻烦。如今数字化飞速发展，移动支付也是日益普及，许多人已经习惯于无现金生活，出门只要带一部手机，购物、吃饭、打车样样不在话下。不只是出门不带现金，家里最多也就是放一些零钱。然而在这种便捷的生活背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现金依然是不可缺的，特别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没有现金真的很尴尬。为此建议大家最好准备4到5万现金放家里，可以避免4个麻烦。一、应对紧急医疗情况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谁也说不准会遇到什么样的突发状况，尤其是涉及到健康问题时，比如家里的老人、孩子或者我们自己可能突然生病或者不小心受伤，这时候就需要赶紧去医院治疗。在这种紧急关头，钱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们知道医院在处理紧急情况时，往往需要我们先支付一定的费用才能展开治疗，这个费用可能是押金，也可能是治疗的一部分费用。虽然现在大多数医院都支持用手机支付，但有时候支付系统可能会出问题，比如系统故障、网络延迟等。这时候如果我们手里没有现金，就有可能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。再来说说一些地方的情况，在我国的一些偏远地区，或者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医院，电子支付的普及程度可能并不高，在这些地方，现金支付仍然是主流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我们身处这些地方，遇到紧急医疗情况时，没有现金就会非常被动。因此，我们在家里准备一定数量的现金是非常有必要的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一旦遇到紧急医疗情况，我们可以迅速拿出钱来支付费用，为治疗争取宝贵的时间。设想一下，如果因为缺少现金而耽误了治疗，那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。此外，家里备些现金也能让我们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更加从容。毕竟在紧张的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手忙脚乱，这时候如果还需要处理支付问题，无疑会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。而有了现金，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生活总是充满变数，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，但在一些问题上，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比如在家里备些现金，这样当紧急医疗情况发生时，我们就能更加顺利的应对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到更多的救治机会。二、满足特殊场合的需求。每个人应该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社交场合，这些场合往往需要我们遵循一些传统的礼节。在这些时候，现金作为一种礼物，往往能更好的表达我们的心意。比如说，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给新人包一个红包，这个红包里装的是现金，不仅是一份礼物，更是一种祝福和心意的传递。在婚礼这样的喜庆场合，用现金红包来表达祝福，显得既传统又贴心。如果用电子支付或者其他方式，可能就没有这种仪式感和氛围了。再比如，参加长辈的寿宴，我们也会用现金作为礼物来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和祝福。在这个时候，现金不仅是钱，也代表着我们对长辈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。这种传统的礼节，很多时候是电子支付无法替代的。除了社交场合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小型商户或者地摊，他们更倾向于收取现金，因为这些商户可能规模不大，用现金交易可以简化他们的账务处理，省去了使用电子支付可能带来的麻烦和成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身上有足够的现金，就能更方便的完成交易，不会因为不支持电子支付而感到尴尬或者不便。预备充足的现金，在这些场合不仅能体现我们的礼节，还能让我们在消费时更加无忧。此外，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的场合，比如庙会、集市或者是一些乡村的市集，现金交易仍然是主流。在这些地方可能很难找到电子支付的设施，这时候现金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有了现金，就能在这些地方尽情的享受购物和美食，而不用担心支付问题。尽管现在电子支付非常方便，
但预备一些现金，不仅能够让我们在这些场合更加得体，还能让我们在消费时更加自如。不管时代如何变化，现金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。3. 突发网络或电力故障。现在这个时代，科技发展的特别快，网络和电力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。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网络，比如上网、看视频、聊天、支付等等。而电力更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，没有电，家里的电器都没法用。但是有时候网络和电力也会出问题，这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。可能在超市里买了一大车的东西，正准备用手机支付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网络出问题了，电子支付用不了。这时候如果身上没有带现金，那可就尴尬了。超市可能不会让你把东西拿走，而你又不能就这么走了。这种情况确实挺让人为难的。这种事情不只是在超市会发生，有时候可能在一些小商店、菜市场或者路边摊买东西，正想用电子支付的时候，发现商家那边的网络也有问题，电子支付用不了。这时候如果提前准备了一些现金，那就不会那么尴尬了，可以直接用现金支付，省去了很多麻烦。再来说说自然灾害的情况，比如地震、洪水，这些都可能会对网络和电力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地震可能会把基站震坏，洪水可能会把电线冲断，这样电子支付就没办法正常使用了。在这种时候，如果家里有现金，那就能派上大用场了。想想看，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，可能需要买一些紧急物资，比如食物、水、药品等等。如果电子支付用不了，又没有现金，那怎么买这些东西呢？所以家里备一些现金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就能帮助你买到需要的东西，解决眼前的困难。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科技，但也不能完全依赖电子支付。在一些特殊情况下，现金还是非常有用的。平时在家里准备一些现金，不管是出于应对突发情况，还是为了在特殊时期能更方便的生活，都是一个挺明智的选择。4. 个人隐私和安全考虑。电子支付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，出门不用带现金，一部手机就能解决大部分支付问题。但是电子支付也不是完美的，它也有一些潜在的隐私和安全风险。我们每次用电子支付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网络上留下了一条信息，记录了我们的交易。这些信息如果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了，可能会用来做坏事。他们可能会通过这些信息来推测你的消费习惯，甚至可能会想办法盗取你的钱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电子支付在隐私保护方面是有一定风险的。现金支付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隐蔽，不像电子支付那样会留下记录。用现金买了什么东西，除了你自己和卖家，别人是不会知道的。这样你的个人隐私就得到了更好的保护。而且现金支付相对来说也更安全，因为它不涉及网络，所以不容易被黑客攻击或者诈骗。有时候也可能不小心手机丢了，或者支付密码不小心泄露了，那你的钱就有可能被人盗刷。这种情况其实不少见，有些人手机丢了之后，因为没来得及挂失或者改密码，结果账户里的钱就被别人转走了。这种情况换成是现金就不会发生了。家里的现金除非是被偷了，否则一般是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。虽然电子支付很方便，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的问题。在一些情况下，使用现金支付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隐私和安全。即使在这个电子支付普及的时代，我们还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使用现金，尤其是在那些需要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的重要场合结语。虽然电子支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但在家里准备4到5万现金仍然是很有意义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以及保护个人隐私和安全。当然，准备现金是挺重要的，但同样重要的是要保管好这些现金，毕竟钱放在家里，万一丢了或者被偷了，也挺麻烦的，所以得找个安全的地方。
家里如果有保险箱，那最好就把现金放在保险箱里，如果没有，那衣柜里比较隐蔽的地方也行。总之就是要放在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。另外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不要把所有现金都放在一起，可以分成几份，这里放一些，那里放一些，这样就算万一有一处被发现了，其他的还安全着呢。时不时的检查一下，看看钱有没有被损坏，比如有没有被虫咬、受潮或者弄脏了。如果发现有问题，得及时处理，确保在需要用的时候是完好无损，可以正常使用的。